一起来看精彩短剧顶级群臣故事解说。骆九生的心底一直珍藏着一段专属的青春记忆，也牢牢记得一个专属的物理概念，那就是洛希极限。在他的青春岁月里，夏末与初秋交替的时节，名叫江淮石的少年猝不及防地走进了他的世界。从遇见江淮石的那一刻起，洛希极限对骆九生而言，就不再是课本上晦涩难懂、冰冷枯燥的物理公式。这段相遇让原本生硬的知识点被温柔的时光包裹，成为了他青春里最温柔的印记。往后的漫长时光，也都因为这个人变得温柔缱绻。骆九生始终记得年少时的那段过往，彼时的江淮石总会义无反顾地护着他。曾经有人上前招惹骆九生，态度嚣张跋扈，江淮石见状立刻将他护在身后，厉声喝退对方，坚决不让任何人欺负到他分毫。那段被坚定守护的时光，让骆九生深深贪恋。那时的他满心笃定，自己和江淮石的感情坚不可摧，两个人一定能够携手相伴，跨过所有风雨，永远不会走向分离的结局。年少的骆九生也曾轻声询问过江淮石，好奇他们这样相守相伴，算不算已然共赴白头？时光匆匆流转，6年的岁月悄然逝去，骆九生再次回到了京市这座充满回忆的城市。时隔6年，他身处熟悉的街巷，熟悉的校园，依旧会频繁的触景生情，脑海里一遍遍浮现出江淮石的模样，不断回想两人相遇的开端，以及最终遗憾收场的结局。哪怕当年主动提出分手的人是他自己，可心底的执念与遗憾始终未曾消散。这天，京大校园里热闹不已，校内即将举办一场专题讲座，工作人员和学生们都在提前筹备。有人催促着身边的同伴加快脚步，告知对方中科院的江静博士，也就是众人期待的江博士，专题讲座马上就要正式开始。现场工作人员热情迎接江博士入场，还有老师叮嘱身边的学生，前2天安排准备的讲座提问稿件，务必提前核对妥当，确保不出差错。学生也立刻回应自己早已准备完毕，随时可以配合现场提问环节。随着现场师生陆续落座，校园逐渐安静下来。主持人随即上台，邀请本次讲座的主讲人江静教授上台分享。台下的骆九生静静坐在人群中，身边有人轻声询问他为何沉默不语，是否已经抵达讲座现场。骆九生低声回应，自己早已到场就位。高台之上，江静从容开口，向京大的各位老师和同学问好，正式开启了本次专题讲座。他以天文学中极具浪漫色彩的洛希极限作为分享开篇，缓缓讲解这个专属的天文概念。坐在台下的骆九生望着高台之上光芒万丈、从容自信的江静，内心百感交集。这6年来，他曾无数次在脑海中幻想过和江淮石的重逢场景，预想过各种相遇的画面，却从来没有想到两人再次相见会是这样一番光景。如今的江静身居高台，耀眼夺目，万众瞩目，而他却只能隐匿在人群之中，连抬头坦然与他对视的底气都已然消失。江静在台上继续解读洛希极限的深层含义。他讲述到，洛希极限的本质是星体以一次彻底的粉身碎骨，换取与另一颗星体永恒的相拥，极致又浪漫。台下的学生们听完这番解读，纷纷感慨这个天文概念的浪漫与动人。讲座分享环节结束后，校方按照流程邀请校内物理系代表骆九生上台提问。身边的同学连忙呼唤走神的骆九生，提醒他上台。回过神的骆九生缓步起身，对着台上的江静礼貌致意，感谢他带来的精彩分享。随后轻声提问，询问他在多年的科研生涯中遇到过的最大困难是什么。面对这个问题，江静语气淡然，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深意。他笑着反问：失恋算不算？紧接着，他坦然讲述起自己年少的过往，坦言自己曾经在穷困潦倒、一无所有的艰难时期交往过一位女朋友，可对方却在他人生最低谷、最艰难困苦的阶段选择转身离开，抛弃了他。自那一次失恋之后，他便暗暗下定决心，无论付出多少代价，都一定要站上足够高的高度，让自己不再经历当年的窘迫与卑微。话音落下，他目光沉静地看向台下，轻声反问：当年离开他的那个人，如今是否心生后悔？片刻后，他又笑着摆摆手，表示自己只是随口开个玩笑，缓和现场氛围。现场的学生并未察觉异样，继续举手提问，追问江静投身天文研究的初衷是什么。江静短暂沉默后，温柔作答：起初是因为满心热爱，也因为想要摘下漫天星辰送给自己心仪的女孩。说完这句话，他再度自嘲般表示只是玩笑话，最终认真解释自己深耕天文学领域纯粹是源于内心的热爱与坚守。主持人见状，连忙示意骆九生落座，结束提问环节。骆九生坐在台下，心底一片怅然。他清楚地知道，江静这番话彻底放下了他们之间的过往，
如今的他事业有成，前途坦荡，早已拥有了更好的人生。这原本就是他当年狠心分手，想要成全的结局。可亲眼见证他彻底释怀，翻篇过往，他的心底却满是酸涩与落空。讲座结束后，校长主动上前，热情邀约江静一同共进便饭，想要继续交流学术问题。江静礼貌回应，知晓对方是骆九生，主动开口自我介绍，表明自己是中科院的江静，与骆九生礼貌寒暄，诉说幸会。骆九生看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人，心底五味杂陈，轻声纠正，两人刚刚已经见过一面，算不上初次相遇。校长见状十分欣喜，发现二人年纪相仿，又已然相识，便顺势邀请骆九生一同赴宴。不等众人落座，骆九生便主动开口致歉，表示自己还有私事需要处理，无法赴约，随即匆匆准备离场。现场有人见状低声议论，说起外界传闻骆九生有着一段感情稳定的恋情，猜测他如此匆忙离开，是急着去和男朋友约会，不由得感慨年轻的美好。骆九生离开现场后，拿出手机随手搜索了江静的相关信息，这才得知了他不为人知的身世。原来如今风光无限的江静是金氏顶级江家流落在外的小儿子，他不仅凭借自身努力成为顶尖科研人才，更是即将被家族找回，继承数亿家产。看着屏幕上的信息，骆九生心底毫无波澜。6年的时光早已冲淡了所有纠葛，如今的江静过得好坏，身份如何，都已经和他没有丝毫关系。心绪平复后，骆九生拨通了朋友的电话，开口拜托对方帮忙再介绍一份兼职工作。朋友得知他的想法，立刻猜到是他的母亲又在催他要钱，对此十分无奈。随后朋友告知骆九生，自己有一家不夜酒吧，目前正在招聘临时驻唱歌手，薪资待遇可观。骆九生没有丝毫犹豫，直接让朋友将酒吧地址和联系人方式发送给自己，还主动许诺事成之后请对方吃饭，以此道谢。夜幕降临，骆九生如约来到不夜酒吧兼职。酒吧内氛围热闹，不少客人闲聊之际，提起店里新来的驻唱歌手，纷纷夸赞对方容貌出众，气质绝佳，招呼身边的同伴前去观看。有常客对此兴致缺缺，不愿凑热闹，却被同伴拿出的照片说服，终于动心。骆九生登台后，酒吧工作人员主动上前对接，询问客人的点歌需求。台下一位名叫阿健的客人直接点了一首经典粤语歌曲《偏偏喜欢你》。面对客人的点单，骆九生礼貌致歉，坦言自己并不擅长粤语歌，无法演唱这首曲目，恳请对方更换歌曲。客人见状并不罢休，态度强势的表示不会可以当场现学，随后不断加价，从3万加到10万，甚至让骆九生自己报价，试图用金钱让他妥协。但骆九生始终坚守底线，明确告知对方自己不唱这首歌和薪资多少毫无关系，纯粹是自身能力不足，无法胜任。客人接连加价都被拒绝，满心扫兴，只能作罢。旁边有人见状打圆场，提议让骆九生喝杯酒助兴。骆九生坦然应允，干脆利落的饮酒姿态让在场众人颇为意外。就在现场氛围略显尴尬之际，一道熟悉的低沉嗓音骤然响起。江静出现在酒吧现场，冷声质问刚刚多事起哄的工作人员，质问其为何多管闲事。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全场瞬间安静。骆九生也抬眼，再次对上了江静的目光。这一刻，尘封6年的回忆瞬间涌上骆九生的心头，脑海中清晰浮现出当年两人分手的场景。年少时，尚且名为江怀石的江静，满心满眼都是他，兢兢业业努力打拼，陪伴在他身边。可那时的骆九生满心疲惫，厌倦了清贫平淡的生活。他不满江怀石工作忙碌，陪伴自己的时间太少；不满两人约会时只能吃平价地摊小吃，日复一日的清贫让他看不到未来与希望。当年的骆九生直白又绝情地向江怀石提出分手，坦言自己早已厌倦了这样的生活，想要更好的人生，同时告知对方自己即将出国留学，没有多余的时间在等待他成长变好。彼时的他字字句句都极尽绝情，狠心否定了两人的所有过往，唯独没有说出自己从未爱过他。6年之后的夜晚，重逢的两人两两相对，气氛凝滞又尴尬。江静看着眼前在酒吧驻唱的骆九生，语气带着几分嘲讽与疏离，开口唤他，如今该称呼他为骆教授还是骆小姐？骆九生不愿与他过多纠缠，出声提醒对方自重，想要抽身离开。江静却步步紧逼，不肯让他轻易离开，语气带着不甘与愠怒，质问他白天刚刚在讲座现场见过，夜晚就形同陌路，装作不认识。他眼神沉沉地盯着骆九生，直白戳破过往，质问那个在大学和他朝夕相处相伴2年的人，难道不是他？被戳中过往的骆九生瞬间慌乱，又羞又恼，低声斥责江静疯了。
江静看着他慌乱无措的模样，语气放缓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怅然，坦言自己还以为他真的彻底遗忘了自己，随即轻声道出那句时隔6年的问候：“骆九生，好久不见。”他看着眼前落魄驻唱的骆九生，想起当年他狠心分手，奔赴更好生活的决绝模样，忍不住开口质问，询问他如今在这里驻唱，过得这般辛苦，是不是因为极度缺钱？骆九生态度冷淡，直接疏离回应，自己的生活与他毫无关系，无需他费心过问。一旁江静的同伴见状，误以为江静是看中了骆九生，想要上前索要联系方式，调侃他的喜好类型。江静直接冷淡否认，表明对方想多了，随即转身准备离开。骆九生却主动叫住了他，想要结清刚刚包厢的服务费用，不想和他产生任何牵扯，亏欠分毫。他直言自己并未唱歌，无需收费，彻底划清两人的界限。江静看着执意两清，刻意疏远自己的骆九生，眼底满是无奈与心疼，忍不住追问他如今这般缺钱，为何从来不肯主动告诉自己。随后他拿出一张存有10万的银行卡，递到骆九生面前，坦言这笔钱是自己这些年攒下的零花钱，知晓他母亲一直需要用钱治病，让他先拿去应急，算作是自己借给他的。离开酒吧后，骆九生接到了朋友的电话，朋友好奇询问他时隔多年重逢初恋江淮时的真实感想，打趣询问他是关心江静的现状，还是单纯吃瓜。骆九生坦然表示自己没有任何多余的感触，朋友却十分不解，毕竟从前的骆九生满心满眼都是江淮时，爱的极致又热烈，忍不住追问他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想过回头找对方复合吗？骆九生沉默许久，终于坦诚心声。他坦言自己曾经无数次想要回头，当年甚至瞒着所有人偷偷回国，只为见江淮时一面。可当他满心期许归来，却亲眼目睹了刺眼的一幕。彼时挽着江淮时，陪伴在他身边的人是他大学最好的闺蜜陆离。他亲眼看着两人一同回家，看着屋内亮起的喜庆灯光，独自在楼下坐了一整夜，耗尽了所有的执念与爱意。从那一刻起，他就彻底明白，自己和江淮时早已彻底没有任何可能。另一边，京大校内不少学生依旧在热议江静和骆九生，学生们纷纷夸赞江静年轻有为，颜值出众，才华横溢，忍不住好奇这般优秀的人心中的白月光究竟是谁。有学生得知骆九生和江静是同校校友，便向骆九生打探消息，骆九生始终沉默回应，一概不知。还有学生得知骆九生大学并未读完，便出言嘲讽，质疑他的任教资格，猜测他是靠走后门进入京大任职。就在众人恶意揣测之际，有同事主动为骆九生解围，告知所有人，骆九生并非辍学无成，而是凭借优异成绩拿到牛津大学直博全额奖学金，才提前结束国内学业，只是本人向来低调，从不对外张扬自己的履历。即便如此，依旧有人心生嫉妒，出言不以为然。校园议论声尚未平息，有人匆匆赶来告知骆九生，学校门口有一位开豪车的男士，手持一大束玫瑰等候，说是专程来找他。骆九生闻声出门，见到了从加州连夜回国的顾里。顾里是 AI 智能行业的负责人，此次专程回国，一是为了洽谈和中科院的合作项目，二是为了奔赴骆九生。他坦言自己日夜思念骆九生，才连夜赶回。手中的玫瑰是为他准备的惊喜。两人简单寒暄后，顾里主动提出换个安静的地方聊天，同时郑重告知骆九生，自己此次回国是想认真聊聊两人的未来。他坦言自己年纪渐长，家中长辈一直催促婚期，希望能和骆九生步入婚姻殿堂。恰逢此时，前来洽谈合作的江静路过此处，顾里立刻认出了他，主动上前自我介绍，表明自己的身份与合作事宜，同时大方向江静介绍骆九生是自己的女朋友，如今在京大任职。江静闻言，目光淡淡扫过两人，平静开口祝福。知晓两人在约会，便不多打扰，转身离去。看着江静离开的背影，骆九生心底心绪翻涌。顾里随即追问他刚刚未尽的话语，骆九生强行压下心底的波澜，摇头表示无事，催促顾里尽快离开，自己下午还有课程需要授课。短暂相处后，骆九生主动向顾里划清界限，严肃告知对方，今后不要在外人面前宣称两人是男女朋友关系。他明确提及自己早在加州时就已经明确表明两人并不合适，自己对他毫无好感，不想耽误他的人生，希望他及时止损。顾里满心不甘，坦言两人相识6年，哪怕是石头也能捂热，不愿轻易放弃。骆九生态度坚定，直接告知顾里自己这辈子从未打算结婚，让他不要再为自己耗费时间。顾里却依旧执着，表示会一直等待，直到他愿意接受自己的那天。两人争执未休，
顾里便接到了旁人的催促电话，随即匆忙离开。而骆九生很快又接到了疗养院的来电，工作人员告知他，他的母亲今日情绪失控，无故摔砸物品，还不慎将手扎伤，拒不配合治疗，让他尽快赶往疗养院处理情况。骆九生立刻赶赴疗养院，刚走进病房，就听见母亲哭诉疼痛，抱怨无人关心自己。母亲见到骆九生，立刻出言指责他不孝、没有良心，甚至将所有过错推卸到骆九生身上，言语间不断数落。骆九生看着蛮不讲理的母亲，终于忍不住开口反驳，告知母亲，所有人都有资格指责父亲的离去，唯独他没有资格。骆九生缓缓道出过往的真相，当年父亲之所以破产，最终从纽交所一跃而下，彻底结束自己的生命，都是因为母亲深夜与其激烈争吵，不断辱骂父亲是废物，毫无用处，拖累家人，无休止的贬低与指责，才彻底压垮了父亲。母亲被戳中往事，恼羞成怒，反问骆九生是否是在责怪自己。面对母亲的质问，骆九生已然疲惫不堪，他直言母亲不必用极端、幼稚的方式逼迫自己前来，若是想要钱财，可以直接开口。母亲见状不再争执，立刻开口索要5万块生活费。骆九生手头拮据，只愿意给到2万。母亲十分不满，抱怨他身为大学教授，薪资微薄，同时再度劝说他早日嫁给家境优越的顾里，改善生活。骆九生态度坚决，明确告知母亲不要插手自己的感情生活，若是想要继续维持母女情分，就不要再过多干涉自己的选择。当晚，酒吧工作人员再次联系骆九生，邀请他临时返场驻唱，并承诺薪资从优。骆九生稍作考量，便答应了对方的请求。重返酒吧舞台后，有客人询问他是否可以演唱粤语歌曲，骆九生应允，随后登台演唱了一首《孤雏》。台下有人低声感慨，听闻反复聆听这首歌的人，都是心底藏着无法释怀的执念与遗憾。演唱结束后，酒吧工作人员将演出薪资转账给骆九生。骆九生随即告知对方，自己今后不会再来酒吧兼职。工作人员十分疑惑，连忙追问缘由。骆九生只以没有多余时间为由，简单回应。工作人员随口提起，最近每晚都有一位陌生客人独自前来，一直静静坐着，不知在等候何人。骆九生听闻，心底已然知晓答案，却并未多言。骆九生刚准备离开酒吧，就被一位陌生女子拦住去路。对方主动开口唤出他的名字，自称是他的高中同学林苗，还坦言自己大学时和骆九生的闺蜜陆离是室友。林苗十分热情，告知骆九生今晚有高中同学聚会，执意拉着他一同前往。聚会上，一众老同学见到许久未见的骆九生，纷纷上前搭话。有人假意夸赞他容貌愈发出众，有人却刻意提起他如今在酒吧驻唱的事情，言语间满是嘲讽。有同学故作热情，主动点歌想要捧场，实则暗自调侃他如今境遇落魄。骆九生无意参与这场虚伪的聚会，当即表示自己已经下班，准备离开。众人见状纷纷阻拦，起哄让他留下喝酒。还有人打去询问他的现男友是谁，想要一睹真容，顺便对比一番，好奇是什么样的人能让他当年狠心抛弃江淮石。随后，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，开始肆意散播当年的流言蜚语，纷纷说起当年骆九生家中破产，身负巨债，是江淮石义无反顾替他挡下灾祸，受尽委屈，可他却因为嫌弃江淮石家境清贫，一无所有，狠心抛弃对方，跟着其他有钱人出国深造。众人还刻意告知骆九生，在他离开的这些年里，一直是陆离寸步不离地照顾受伤的江淮石，两人朝夕相处，如今已然即将订婚。同学们纷纷替江淮石不值，告知骆九生，当年一无所有的少年，如今早已脱胎换骨，改名江靖，不仅坐拥豪门家世，更是成为中科院顶尖博士，前途无量。反观骆九生，如今境遇落魄，早已高攀不上如今的江靖，就算满心后悔，也为时已晚。面对所有人的嘲讽与指责，骆九生神色平静，只淡淡吐出4个字：我不后悔。可无人知晓，他心底藏着6年的遗憾与隐忍。舞台上的歌声缓缓响起，那句偏偏喜欢你道尽了他藏在心底从未言说的深情与不甘。爱恨纠葛的过往，尽数藏在歌声与沉默之中。